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3月14日。首先，今天在有站台湾 ADIZ， 他们有监听到海事频道，有中国的单位，他们希望可以登上东定岛来进行搜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中国的渔船在金门县的东定岛附近沉没，那中国方面有申请他们的船舰进入东定岛周围的海域来进行搜索救援。那这部分因为它有按照程序，所以就有准许。但是这一则海事频道的讯息，王定宇委员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海委会跟陆军这边的回复是他们没有接到登岛的这一部分的申请，所以也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利用海事频道恶作剧，或者是中国方面他第一线的搜救单位使用海事频道在呼叫。不过我们再回来讲这一段，就是因为台湾跟中国方面在海事救援的部分是有协议的，也有双方的联系管道，所以正常来讲应该是不会用海事频道在呼叫。那我们看一下东定岛的位置。东定岛它位于金门的西南方，距离大约26点多公里。所以陆军这边的回答也是，纵使接获需求，也不可能会允许中国方面登岛来进行搜索。再加上前一阵子在金门海域有关中国的3无快艇，就是没有船舶登记、没有船号的这种不明船只的翻覆事件，造成在金门水域台湾跟中国的紧张关系其实看起来目前已经趋缓。而且最近中国的轻渔船有出现在金门厦门的海域，所以在小金门就是烈屿的周边海域，他们正在进行航道的疏浚工作。而这一部分他们是有向台湾方面进行申请，假如他没有经过正常程序的报备，也会被我们的海巡来驱离。当然这些都是属于事务性的这些业务在运作。不过中国的朋友也不用自己一厢情愿的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本来就互不隶属。假如隶属的话，那就不用报备。那侵犯到我们的水域，假如被扣船或驱离，都是正常的做法。最近在立法院的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很多立法委员都有质询有关于中国它的灰色地带的这些侵扰。那国防部还有海巡署这些相关的单位都已经将这些状况做一些常态性的训练，所以也请国人放心。美国的军事新闻网 SOFREP 它有报道，美国启动对台湾重大的军事合作，美国陆军的绿扁帽特种部队已经常驻台湾，这个是他们的网站。不过相关的新闻，国防部长邱国正先生有做出回应，就是这都是属于正常的交流范畴。其实有美军的教官，我们都戏称是美语教官，进驻台湾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应该视为常态了。另外，美国从去年开始有军援台湾相关的这些装备，包括了8万套的战斗各装。那邱部长这边他有做一个说明，它是属于库存品，而且他强调这一些都是无偿的，是库存的，但绝对堪用。而且这些军援的军品都是经过美国跟台湾讨论过的，目前这些装备的储存运用都同步在进行。在昨天3月13日，花莲空军基地有一架 F-16 编号6663的单座战斗机，因为引擎灯号的异常，所以实施了紧急降落。也有的新闻报道发动机熄火，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灯号异常的可能性比较高，因为这一架战斗机是执行大修出厂之后的试飞，所以在低空的时候就紧急降落，所幸飞行员处理得宜。那空军司令刘任远上将也赶往花莲来进行了解，所以人机均安，也请大家放心。东引这几天正在进行中艺操演，各种的兵器都进行相关的试射。我们看一下东引的所在地，它位于马祖列岛的最东边，
从卫星照片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它距离福建的后港有50公里，这也是当初为什么会在这边建构了陆海空三军的单位在这边进驻，包括空军的雷达站、防空飞弹、海军的雄风飞弹，还有东营指挥部，主要是因为早期的火炮射程没有那么远，不像南北竿他们这个都在火炮的射程范围内，所以目前的东引跟澎湖这两个在战术上的位置对台湾来讲非常的重要。很多人都会讲说中国可以用万船齐发来登陆台湾，除了金门、马祖这两个前哨站之外，其实真正重要的是澎湖跟东引，在这边我们都有钳制整个台湾海峡的能力，所以要登陆台湾并没有那么简单。在乌俄战场上面，我们看到乌克兰女性她们也扛起了一片天，在欧洲丹麦也准备修法，女性也需要服役，而且役期延长到11个月，就如同以色列一样，不过以色列的役期更长。以色列目前的兵役制度是年满18岁的男性跟女性都需要服役，男性要服役满32个月，女性是2年，就是24个月。当然会有朋友质疑我说，那你自己的小孩你会怎么样？当然我会鼓励他们一起来保卫我们的家园，而且万一战争爆发，我一定第一个去报道。最近北韩的金正恩他视察战车的训练演习，而且还亲自驾驶他们最新的战车。这一张照片是北韩中央通讯社他们所发布出来的，可以看得出来，这战车基本上它的基本架构还是属于2制的战车的架构，在外面局部有覆盖反应装甲，就是有炸药的这种反应装甲。那金先生在驾驶座这边驾驶看来非常的开心，而且在侧面它有安装反装甲的火箭，这样子的布局其实也参考了西方战车的设计。不过我更在意的是，这战车原来长这样子，这是2020年他们的阅兵里面所呈现的。当时大家乍看之下以为是美国的 M1 战车的山寨版，在当时并没有那么多的反应装甲，这是它原始的新闻出处。从侧面来看，它的反应装甲看起来并没有那么样的厚实，装药量应该是有限。北韩在很多的装备上面出现在阅兵典礼上，有很大的比例它是纯粹展示用的，并不具有实战上的价值。就像它有人员携带小型的核子包，可是不晓得是脏弹还是核弹。为了强化空中战力，克罗埃西亚跟美国签署了军购8架的黑鹰直升机。以目前全世界的直升机市场来讲，美国的黑鹰系列的市占还是最高的，而且因为美国它整个后勤体系的支持之下，所以黑鹰直升机它的可靠性跟它的能力，还有它的各种衍生型所能提供的战力，都相较于欧洲的产品好非常多。所以国军在过去的直升机采购也发生过有很多其他的型号一起出来竞标，像欧洲直升机的超级美洲狮。不过以军规的直升机来讲，采购黑鹰直升机才是一项王道。不管是反潜直升机、运输直升机或者特战直升机，黑鹰直升机都是这方面的首选。美国的 F-35 逆中战斗机进入了全速量产的阶段，当然这比原先规划的时间晚了5年以上，不过也终于进入了全速量产的阶段。当然我们也很希望台湾有一天可以采购到 F-35 逆中战斗机。目前 F-35 已经有超过18个国家采购，总产量已经超过990架。从2001年10月26日研发阶段的合约开始，到现在也超过了22年4个月，所以它会从一开始的研发阶段结束，低速初始生产 LRIP 阶段的结束，到现在进入了全速生产 FRP 的阶段，就代表了这个机型现在已经日趋成熟稳定。
韩国跟英国的造船厂准备结盟，针对他们所自制的岛山安昌号级的潜舰来进行出口的计划。在韩国主要是韩国的造舰双雄，就是现代重工跟韩华海洋，他们跟英国的巴布考克国际集团来签约，来共同开拓岛山安昌号级的海外市场。不过大家不要忘记，韩国的造船技术来自于德国，所以这个潜舰韩国虽然对外进行输出，但是一定程度上会支付权利金给德国，只是韩国在输出上面更具有弹性，在潜舰上的许多红区装备都会有德国的影子。最近台湾这边有举行 TTX 区域安全兵推，由政大台湾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以及立法委员陈永康上将，他们邀请了国内外的专家跟学者共同来进行这项推演。不过大家不用过度解读这些兵推的结果，因为它是做了很多种可能性来提供给政府做一个参考，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位熟悉的脸孔。有兵推总是对于未来可能的发展提供了一部分的参考，多算则胜，少算则不胜。陆军的3栋2旅义务役的新兵正在进行进阶战斗的训练，以步兵班的编制来进行城镇战的相关训练工作。照片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仍然采用 65K2 的步枪，所以国军在相关战斗各装的普及这部分还要继续的强化，像他们的钢盔都还是旧式的钢盔。昨天中国的基建扰台多达了26架飞机、10艘舰艇进入我们的周边的海空域。目前我们观察的重点就是这种灰色侵扰的作战，它跟低度冲突之间的转换，这是接下来观察的重点。上报有一篇投书，就是王浩天先生所写的大型军用运输机的设计要求，可以让大家简单的了解军用运输机它的相关设计理念。军规跟商规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抗损性。军用的运输机必须要能够在没有经过整理过的场地，像海滩、草地或者是前进的机场上面实施起降，所以它的强度远超过一般商用的飞机的要求。另外这一篇是严先生投的国军更改第1级界定，两岸的战争更近了吗？在这里面呼应了韩国总统尹锡悦之前他就有做出针对北韩假如做出攻击的时候，他要求南韩的军方要先报复再报告。其实这种第1级的接战规则修改可以让国军脱离了之前被动的状况。而吴坤玉先生也有投书，在这里面他提醒了大家，在过去国军把第1级看得太严重，都很怕要写报告还要被检讨，所以大家对于开枪这件事情都非常的严肃看待，所以才造成中国现在在灰色地带侵犯这边，他的作为越来越嚣张，把我们台湾吃得死死的。而且他提醒大家，灰色地带的侵扰在原理原则就是毛泽东讲的游击战箴言，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那现在台湾修改了这个规定，就是你敢过来超过那个红线，就不要怪我们打你，就不要怪我们开火。所以他基本上是肯定做了第1级规定的修改，这样子可以减轻许多长官的心理压力，也可以有效的应对中国他的这些花招。泰报有提到台湾采购的4架 MQ-9B 无人机，五角大厦正式宣布授予合约。五角大厦在3月12日正式宣布授予通用原子公司这一项合约。不过同样这一则新闻在中国时报可能就误解了，以为是再另外买4架 MQ-9B。这可能又然要再去查证一下，因为假如有任何新的军售公告，一定会以 DSCA 这边的公告为准。另外有关 MQ-9B 无人机最新的进度，就是空军司令部已经决标，不过自由时报写说未来
可以改成攻击型的空中卫士，这一段恐怕还要再观察，因为这个购改又牵涉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原始采购的是 NQ9B， 当然它在同一个机型里面有其他不同的任务配挂，最主要还是在于美国它的态度可以让台湾这边拥有多少的武器配挂弹性。在新闻里面有提到，有可能在2025年跟2027年分批接收各2架的同型机，而且会在花莲跟嘉义这2个基地来完成建制，也希望这个案子2025年就是明年可以进一步的来获得。另外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在下午的时候，嘉义的 F-16 联队，它有一架战斗机因为油量灯号的异常，所以先降落在澎湖马公基地。这个照片是在澎湖马公基地它的跑道头的待命室，照片中是 IDF， 因为会从台中跟台南这2个联队抽调一个中队来执行天狙任务，就是会前推到澎湖去进行驻扎，那这个代号就叫天狙，就是天空的马。那由于 F-16 在空的时候出现灯号异常的状况，所以就近降落到了澎湖基地来。不过连续2天台湾都发生 F-16 的异状，恐怕这个大家要提高警觉。相信空地勤人员都是非常辛劳的，只要人机均安就可以令大家松一口气，这个才是最要紧的。不过泰报这几则新闻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有针对邱班长未来的动向做一些报道，而且在立法院也有委员问邱班长520之后的状况，那邱先生是说他可能就变成路人甲路人乙了。其实目前这样看起来，其实各方仍然在角力中。那邱先生也透过管道表明，好像他也有意愿继续肩负重任。不过泰报这几则新闻好像是蛮刻意的报道。美国陆战队的长程火力建军计划准备在日本部署战斧巡弋飞弹，这一则报道是出自 Defense News， 像他用这张照片就才是正确的，它是美国的滨海战斗团他们准备配备的 NSM 反舰飞弹，而且这种是遥控式的载台，可以打了就跑，所以这是美国陆战队第1海军陆战师他们之前实弹演习的照片。另外陆战队也准备部署22枚战斧巡弋飞弹在日本。另外我也注意到另外一则报道，就是印度准备全面启动它的第5代战斗机的研发计划。目前全世界进行中的第5代战斗机的研发计划，在印度就是 AMCA， 目前正开始全力研发。在之前有韩国的 KF-21 已经准备要量产，还有土耳其的可汗已经首飞成功。接下来还在进行研发的就是日本、英国、意大利的全球空战计划，还有德国、法国还有西班牙合作的未来战斗航空系统 FCAS。 另外现在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测试，还有中国的歼35，就是原来的 FC31， 还有俄罗斯的苏凯75。而已经服役的第5代战斗机就是左边的美国的 F-22， 还有 F-35 战斗机，右下角的就是中国的歼20战斗机。所以台湾的下一代战斗机确实可以参考像印度的 AMCA， 还有韩国、印尼合作的 KF-21， 他们的引擎都是直接采用美国的 F-414战斗机，他们的引擎都是采用美国的 F-414涡轮扇发动机。而土耳其的可汗，它的发动机，它目前是采用美国 GE 的 F110、GE129 的涡轮扇发动机，目前是由土耳其他们 F-16 的发动机来先挪用来进行测试。在未来土耳其希望可以自制，但是美国目前的输出许可仍然没有看到解禁的可能。当然同时它也跟英国的劳斯莱斯投资的 Eurojet
就是 EF2000 欧洲战斗机的发动机公司也正在进行合作的谈判，所以未来土耳其的可汗这一款战斗机会采用什么样的发动机，恐怕还有变数。好了，我们今天的军文导读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